おー、かっこいい。影片开始前，还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说，台湾有开放5种猛禽可以饲养，不过也必须要有合法的来源证明才可以饲养哦。台湾野生猛禽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，不可以饲养。在每年的3月有全日本最大的猛禽季，这次的猛禽季我没有办法去，因为在台湾的阿波需要我。大家看过上一集就知道，因为波妞还留在日本一段时间，所以今年这个神圣的任务就交给他啦。明年我一定要亲自参加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まもなく終点東京です。听波妞说，她从京都到东京坐新干线要2个半小时左右，接着从东京出发去猛禽季的活动地点，从东京的赤羽站也要转乘2个半小时左右的车才可以到达，中间必须要搭车、转乘、搭车，然后奔跑，再坐公车，还要走一大段路才会到达会场哦。终于看到会场的牌子啦！会场今天是500块，他会给你这个，可以系在身上。比赛已经开始了。第1场比赛是准的甩耳比赛，比赛时间限制3分钟。评比的方式不是单纯的次数越多越好哦。甩耳的技巧，还有准冲耳的姿势与动作，都是评分的标准。看了一下比赛的规则介绍，计时从鹰帽取下的那一刻开始计算，要混合使用4种不一样的甩耳技巧，交错着使用不一样的技巧，会比重复使用同一种方式来的得分更高。而且只有当准确实朝着假耳进行攻击，并且与鹰狮的距离在1米以内时，才被视为有效得分。如果准保在3分钟内落地，比赛就立刻结束。不过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很懂甩耳，所以他们说的4种方式——交叉、上空、地面和穿越，其实详细我们也并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动作，所以就让大家亲自看看这精彩的比赛吧。素晴らしいな。おー、かっこいい。さすが市川さん。一回がね、はい、終了です。はい、終了となります。おー、すごい。まだまだやれる感じですね。ね、まだあと8分ぐらいやっ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。おー、見事でした。盛大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。すごいですね。去年もすご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。そうですよね。あゆりさんもそうですけど、彦部さん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も。おお、股抜きですね。股抜き。いや、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。来，第2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啦！第2场比赛也是准的比赛，比的是高空盘飞，然后冲假耳。跟第1场的3分钟短时间冲刺不一样的是，这场比赛每个人有20分钟的时间，
让你家的准宝尽可能的盘飞到高空中。当你觉得你家准宝 OK 已经够高了，就拿出假饵，叫他们下来，用最快的速度俯冲回到你身边。准宝出发后会开始盘高，在天空变得小小的一点，几乎看不到。他们会在训练者的头顶上方盘飞环绕，等待指令。听到哨音的瞬间，开始往下俯冲。哇，这真的太帅啦！不过，其实就在比赛的过程中，天空中其实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野鸟们飞过。因为准宝实在飞得太高了，所以其实大家常常会认错，乱指一通，哈哈。かっこいいですね、やっぱりでも。中场休息10分钟，波妞要去挖宝啦。这里有一些驯鹰用品的店家会来摆摊，还有很多与鹰有关的周边。像波妞就买了这个准毛做的吊饰，是不是超可爱的呀？还有像这种是驯鹰用的快放扣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手套以及脚绳，甚至是造型超级特别的鹰帽，好想带回家呀！不愧是日本最大的猛禽祭典，还有人带金雕来参加。有机会我真的好想看看金雕本鸟啊！阿北正在穿护腰，不是因为腰不好，是因为金雕实在太重啦，所以他在举的时候会撑一根像拐杖的东西在腰上，帮助支撑，要不然手一下就没力了。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比赛是苍鹰的直线加速赛。没错，顾名思义就是看谁飞得比较快。比赛规则就是从 A 点到 B 点，总共50公尺的距离，看谁家的苍鹰所需要的飞行时间比较短，就获胜啦。不过因为波妞的手机没电了，所以只录到一组，有点可惜。最后一项比赛是趣味竞赛。与其说是趣味竞赛，我觉得更像闯关挑战。不限物种，只要你是一只鸟，都可以参赛。比赛的规则需要飞到指定的地点，穿过指定的障碍物，由阿北亲自为你示范。没错，他现在是一只鸟。其中一个关卡是要穿越这个星星，然后到前面站到站台上。那俏皮的模样，亲自身体力行，用肢体语言告诉你什么叫做游戏规则。第一关要先让鹰飞到前面那个绿色的平台上，才算挑战成功。第二关要让鹰宝飞到最高的那根杆子上，这个真的超难的，因为很多鹰宝会像这样飞到第二根就停下来，就不算成功啦。
这个小妹妹超级厉害，全程都用奔跑的，她的音一关一关，看起来就像这样轻轻松松的，一直过关，完全没有停歇。接下来要让英宝从高处下来，站到这个超迷你的小站台上。马上第4关就到了刚刚阿北示范的那边啦。没错，英宝要穿越这个看起来超窄的心形洞，然后站到上面，最后就是要跟主人一起冲向终点啦。不过英宝一不小心太兴奋冲过头了，要站到手上才算哟。这个比赛会有各式各样的鹰参加，虽然很多都是哈里斯鹰，不过也会有像狂啊以及各式各样的猛禽。大家还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说的规则吗？没错，这个趣味竞赛并不像物种，所以居然有人带鸭子参赛啦！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个鸭子。真的是太有趣了！因为在日本可以合法饲养的猛禽种类比台湾多非常的多，所以在这场盛大的祭典上，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物种，有一看就知道的，也有叫不出名字的。今年虽然很可惜我并不在现场，不过我已经跟波妞说好了，明年我一定要亲自参加。不过当然，今年就算我没去，还是一定要让波妞给我带纪念品回来的啦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喜欢波波以及对各式各样的猛禽有兴趣的朋友，更要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粉丝专页，上面会有我们最日常的样子。欢迎常来找我们聊天，都会有我跟波妞亲自回复哦。大家下次见啦！